这什么呀？花儿姐，我走太久了。接手海城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股东许诺过，如果今年不能达标，就主动离职。这才半年的时间，就快撑不住了。而且郑人在直播里说的对。什么直播啊？他在直播里说什么了？你不知道？通过紧急救援，我发现南阳镇没有介入科，甚至连整个东源乡都只有不到5位的介入医生。每个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十分的不容易。通过这次救灾，介入手术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。我认为微创手术是医学追求的方向。我愿意授人以渔，把我所有的手术心得以直播的方式分享给同行们，比如肝癌介入栓塞术、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和 TIPS 手术等。花儿姐，你同意了啊？我同意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你们在教科书里学的一切，都来源于前辈们的无私分享。就按他想做的去做吧，例会我来搞定。花儿姐，但是还是……你们做的那么好，我只会为你们叫好。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能帮你们多少就帮多少。你跟彭家什么时候谈成的手术直播？一直都有联系，但做出决定是在东源乡地震救灾的时候。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。即使我反对，你也会做对吗？郑人，你以前是一个人，你喜欢独断专行这个没问题，但你现在有团队，你有为团队的人考虑过吗？你想免费手术，你想免费直播，你想免费教学，你让他们耗时间耗精力陪着你，谁给他们发钱？还有，你为医院考虑过吗？我不光为医院考虑过，我还认为可以用手术直播的方式，将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传递给大家。通过这次救灾，我才发现，大城市的基础医疗相差不大，可是乡镇农村的医生，他们能接触的患者是很单一的。他们需要去学习新的技术，他们需要去接触更复杂的手术。直播是没有门槛的教学，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所知道的技术传递给大家，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。我们医院一直的理念，那就是患者至上。你的想法我理解，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，但起码得先让医院活下去吧。什么意思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，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，但营收越来越差。花儿姐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这个，我也认为等熬过这段时间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海城1个月以后还是赤字，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。辞职？还记得秦丽人吗？当时咱们在北大得罪了他，这段时间他一直逼花儿姐要辞退你。你知道刚才花儿姐怎么跟我说的吗？这次的辞职，他是不可避免的。他想在走之前能帮我们多少就帮我们多少。郑人，他在走之前还想着帮我们完成你所谓的梦想。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，花儿姐一走，你认为后面来的院长能允许你这样吗？
好意思打扰了。连体婴回来了。郑医生，我们没脸回来见你们，救救我的孩子们，救救他们！郑医生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你们在前线的事情，我老婆当晚就不行了，哭着说要回到这儿来。福儿那边怎么说？他们说这个手术太难了，他们要我们放弃妹妹。郑医生，妹妹活着呢，妹妹活着呀！你们救救她吧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先别着急，让我开下给你。怎么样？妹妹的心衰果然加重了。照这么下去，就算不手术。郑医生，我知道你们是海城最好的团队，是我的错，我们不应该走的，我们给你们道歉了，救救孩子，孩子们错呀，求你们，我不应该走，求你们救救孩子，孩子无辜的，求你们，救救孩子。别看我，自己决定。郑医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们，求求你！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，但营收越来越差。如果海城1个月以后还是赤字，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。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。郑医生，救救孩子，求你！郑医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们，求求你！去办入院手续吧。去办入院手续。好，谢谢院长。没有救了，快去做准备。你们之前为这个手术投入了那么多，就别半途而废。而且，如果不让你做这个手术，你心里也会觉得遗憾的，对吧？院长，介入教学收费吧。不用。可是你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往大里说，是医生的使命；往小里说，是你的初心。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在说钱年钱，但钱在生命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所以，郑医生，请你放手去做吧。家属走了，裴长又叔父回去休息了，也签了保证书，再也不会转院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烫手的山芋彻底归你了。还有啊，鲁道夫第一个报了名，但他有2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加入你的团队，以连体婴手术发表论文，他要第2作者的署名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连体婴分离术，他要当心外部分的第1主导。
不行，新外第一主刀是你，我已经答应了。说什么？我想加入整个团队，做连体婴儿手术。哈内尔教授已经答应推荐我，如果手术成功，我发表论文，对明年提名有利。你想做心脏分离的部分？我知道郑已经选了你，但是你很久没有做过心外了。难道你做过？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心外。我还知道海城现在没有钱了，我基金会能够为这次的手术提供所有的费用。怎么样，苏云？把心脏主刀的位置让给我吧。想嘲笑我，还是想劝导我？你要是不做手术的话，来帮我写病历吧。认真的？这2年，海城的人提到你，都说你是咸鱼。仗着姑姑的身份偷奸耍滑，对患者敷衍了事，而且自私自利，不求上进。但这次灾区回来，问诊、手术、查房，大家都说你变了，变好了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你没变，是恢复了。你本来就是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啊，心软，重情义，顾大局。你这次让位给鲁道夫，我为你骄傲。对我来说，现在的海城医院不是医院，而是一个一个的人。要想这些人过得好，医院才能好。医院好了，我和郑人的梦想才能实现。我也想要一个很好的海城医院。你找我有事？
没有，就是刚好路过。你在外面站了3分26秒，担心手术？嗯，担心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担心。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？是因为我的水平不够吗？你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器械护士，护士根本不在你的团队考虑范围之内？你还是别说了，你等我先说吧，不然我害怕你说完了我就没有勇气说了。我以为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渊源，而且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你肯定会邀请我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邀请了那么多人，你却独独没有邀请我。我以为我已经够努力了，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？你所有的手术我都提前做好了功课，我都是把每一个步骤都研究透了我才上台的。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，叫做不等3秒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所有手术当中所需要的器械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等到3秒钟以上。除了显微镜那种我不知道的，我需要先去准备。其他的我都做到了。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让我加入你的团队？我可以说话了。可以。等一下，你还是别说了，我怕你说完拒绝的话太伤人了。你已经在我的团队里了，我邀请过你，你也答应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云霞手术前夕。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，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。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。好，一起手术。收到。你管那个叫邀请？所以，你已经在团队里了，是最早的，也是最好的器械护士。就知道。爸，我回来了。虽然这些年总是去远走远飞，在实战中历练着自己，但只有这一次深入地震前线，才能了解到你20年前那场水灾时你的感受、你的经历和你的无助，明白了你创建海辰的初心。人类在面对天灾和疾病时，是如此的无助，如此的不甘，所以才诞生了医学。与天争，与命争，与自己争。而一家医院，一群医生，远远不够。医疗需要无边界。就像您在《遗骸无恙》里说的，海辰初创，与子同胞。
晚安，爸爸。11分20秒，11分20。散在风里，再不被人提起。霓虹光11分20秒，再来。我和你从不同过去，学着治愈。却未曾抚平，淋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，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，我和你一样的秉性，不惧任性，想从不认命。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。今晚我是最幸福的人。追寻生命印记，逆着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。口水、哈喇子、乱、片儿的，非常多。海了，是不是连起来就是老天不好了，患者麻醉醒了，海了的哈喇子片的了。哎呀，对，耶，淋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，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，我和你一样的秉性，不惧任性，想从不认命。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，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，逆着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，很像你的我，终于成为了你，很像你的我，终于成为了你。一天做10台手术，郑医生是疯了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这回去前线多待了半个多月，肝癌的患者也就多等了半个多月。可不是，之前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说医生走了，都闹到院长那儿去了，还是院长找了鲁道夫教授过来做手术，这事儿才算完。教授为了偷师，可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你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有多严重，我都吓死了，生怕跟那个大黄牙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我听说那个郑医生其实是陈妙的儿子，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北大那个信芳的住院总告诉了他喜欢的一个护士，而那个护士就告诉了咱们这边一个护士，这不就传开了？喂，张行长，怎么样？能批吗？哦，好的。啊，好的，没关系。谢谢您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，再见。
Skilled and experienced team for this complex procedure. Ou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both. 都到齐了。各位，今天连体婴分离手术团队正式成立，希望各位能尽快攻克连体婴分离术，为海城带来更大的殊荣。郑然，手术准备到哪一步了？之前我们认为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配合，本来想等虚拟手术室弄好之后就开始练习，结果患者中途转院了。而现在，这个手术目前最大的难点，已经不是配合，是什么？心律不齐。两姐妹相连的肝脏之间有异常的血管相通，会导致手术中血压、血氧、心率的波动极大。凤儿就是因为心律不齐，才放弃的手术。是的。为什么不用体外循环？因为体外循环风险太大，就算大人做，都容易引起炎症，导致组织器官损伤，更别提本身就免疫很低的连体。所以我们研究后觉得，如果能稳住心率，让姐妹同步是最好的。麻醉科那边怎么样？我们之前没做过分离术，具体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练吧。好。4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郑人跟林渊负责肝脏分离，常月鲁道夫负责心脏分离。此外，还需要整容科胚胎。还有，相连肝脏分离创面可能会出血，需要充足的备血。OK， 这个我来解决。阿云，你要做好后勤协调等一切辅助工作，配合郑人团队拿下这个手术。知道了。本次连体婴的模拟手术，按照真实手术计算发放给大家补贴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院长万岁！介入手术教学那边，我要模拟手术，基本没时间少课。这个我知道。苏云，这件事情由你来做。为什么是我呀？现在连体婴已经成长到了关键阶段，留给他们准备手术的时间并不多了，郑人必须全力以赴，所以 Tips 的教学直播必须由你做。哦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湍流可是郑人交给你的，你可没付钱。什么叫他教我的呀？这个术式我也有很多想法，是我们一起完善的，好吗？那样不更好？再说现在除了你，也没有第3个人可以去教学了。哎呀，求你了！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从明天起，早8点到晚10点，可以做到吗？如果做不到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小意思，反正我之前都是天天窝在手术室里了。来都来了，就这样呗，干就完了。磕嚓。好，钱人全部到位，各位，我等待你们创造奇迹。关于生命的定义，我们默契彼此坚定。从不抱怨时太炎凉，把
妈，你要挺住，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这都快8点了，郑医生怎么还不来啊？别着急，还差5分钟呢。郑哥一向准时，估计是喊明哥去啊。哎，先生来了吧？别着急。走，各位。要看我干嘛呀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郑医生呢？他没来吗？不应该啊，他每次都提前15分钟的呀。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您好。郑人，郑人。哎，艺人，你那边找到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把这个打落，慢放。大黄牙？报警。你想说啥？没用的，血氧80%会导致酸中毒，你现在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。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。我给你指条道，把我妈看好，不然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。陈妙的儿子。患者
17年前做了左小腿截肢手术，安装了义肢。3年前开始行走困难，病情加重后，又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给我治！因为手术打击，术后状态不佳，3年来反流性食管炎、间断发热，眼睛也迅速失明，听力下降。1年前出现了心衰。最后一次检查是在3天前，心力衰竭。继续进攻到衰竭，慢，全速电油。有没有拖拉3米？没有。赶紧摇手，把你妈扶起来。为什么要绑我妈的腿？为什么要绑？减轻血液回流，对心脏造成的负荷。不过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得必须马上送医院。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！里面有人吗？先生你好，刚刚是我们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刚刚是我们报的警，这屋子里的人呢，是被你们抓走了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了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我之前来过的，他就是住在这儿。你来过？对，是当年李爱芳的事，是我爸出钱给他安装了义肢，这些年也一直是我爸给他提供了医疗援助。对了，账号。看一下，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账号，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找到他。哎，老沈，帮我查个账号，看看他最新的活动轨迹。妈，你要挺住，妈，用力啊，你用力抓，妈，你一定要挺住了，妈，想救你妈就打120。你要是救不好我妈，你也别想活得出去。打120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海城市环新区派出所的，这是逮捕证。黄阿国，你涉嫌非法拘禁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带走，走。张医生，你要救我妈！我求求你救我妈！妈，你要挺住！妈。警察，这样。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快打120！快打120！冥之中终有定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12小时之内，急性心功能衰竭了2次啊！他那个家要什么没什么，你还能救回来，了不起了。要是救不回来，我会死。
严肃点儿。你了解完他的情况，有什么想法？很奇怪，李爱芳3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术，按理说这么大年纪做手术，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发现。可病历上却说，一直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，病情进展的方式不太对。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？病历上没看到。你在他家的时候，他清醒吗？有，但是情绪非常低落，感觉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想法。但是大黄也不让他走。真是遭罪，自己遭罪，妈妈也遭罪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常约他们去看连体婴了，更新新的体重体桥数据。你看什么呢？这个位置。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？手术挺成功的呀。髋关节尺颈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。3年前的片子了。尺颈曲线侧后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，是术后局部机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？所以不是老年病，是中毒。什么毒啊？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，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。再有就是，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，用的是什么材质？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物手术？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。小艺人能搞定。没有了，除了髋关节，再没有做过什么金属植入手术了。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是在那个老房子里，你去过？我知道了。你等一等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救吗？你觉得呢？谢小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郑医生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妈，真的。去过好多医院，那帮庸医说治不了，还有人说他23该走了，凭啥？不甘心？他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，凭啥？谢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，去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求求他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。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，我真的不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谢谢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要不是听见大黄牙说那番话，根本想不到，他原来是个孝子。是啊，还昧着良心说了那么多谎话，又撒泼打滚的，一人那么好的医生跳楼自杀，却没有想到他对他妈那么上心，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是有多么的困难，但是他一照顾就是17年。人都是复杂的，我知道他对医院还有医生都有一些偏见，所以我让他到医院去做护工，让他知道我们工作的难处。我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，我就让他去跑腿，赚一些外快。我爸之前老说我太好骗了，
但是我想的是，毕竟老太太还有我都是陈医生救的。老太太要真走了，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。这17年，他母亲是他的人生支柱。啊，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辛苦了。辛苦辛苦。哦，这么多呀！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啊。什么？伍佰怀疑是脸上的髋关节出了问题，说是有可能被人投放毒药。不可能，我爸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。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，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，这么认真干嘛呀？你们看这里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，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，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。之前的病历里没有，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历，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。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，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张查理博士开展了钉摩擦关节置换手术，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。首例陶瓷全髋关节在髋臼侧用非骨水泥固定，而在股骨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骨柄。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，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。陶瓷材料非常脆，有碎裂的可能。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。还是最新的粉陶，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。只可惜手术失败了，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，换成了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你们家挺有钱啊，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。其实也不是很贵，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。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，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。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。定增的工作跟医疗相关。你们笑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既然有怀疑，就去验证吧，快去麻木吧。他完全不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艺人跟他爸多像啊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不跟他说吗？哎，千万别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。哎，你们呀！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疤痕组织，而是陶瓷碎片？等结果出来，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，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，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，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金属毒性耳聋、失明等症状。我就说是中毒吧。你说的是安装毒药。哎呀，那么说比较刺激。他平时一本正经的，逗逗他。郑医生，我联系上那位医生。哪位医生？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。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飞来一趟。好，还算有自知之明。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又要做手术，不能只吃药吗？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，做手术还有一定几率能活下来。要是不做的话，最多1个月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彭总。云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又想干什么呀？我听说连体婴又回海城了。你说这妇儿医院啊，真够折腾。直接说重点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之前跟您提过的手术直播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。云哥，中国经济这40年是一个大周期，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更快加速的阶段。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。我也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但是彭总，别牵扯到证人行吗？这是连体婴分离术，成功率有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但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。打住，别再说了，再说的话，我可不给你面子了。总之，别再来骚扰证人了。结果出来了，钴元素超标1000倍，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。500，恭喜你啊，钴中毒。干嘛去？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。找出病因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
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？他已经坚持了17年。我在他站的这12小时里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别丢下我。”老婆跟他离婚了，儿子又不认他，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，也没有朋友。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。老人现在83岁，这次手术如果失败，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，咱们几个说了不算，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。那我明天去找他。谢小姐，我妈到底是什么病？3年前，髋关节置换术遗留的陶瓷碎片导致的慢性骨中毒。郑医生同意给我妈做手术了。这个是骨科的手术，郑医生做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医生。那如果手术顺利的话，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好？这个很难保证，毕竟老太太已经83岁了，我们很难保证她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，而且之前已经受损的听力和视力也不一定能恢复。那就是说，不做手术的话，人随时会走。就算做手术也下不了手术台，就算下来了也会有后遗症，就算手术成功了，也不一定恢复得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嗯。想见见我妈。妈，你醒了。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，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。等咱好了呀，咱们就回家了。嘿嘿嘿嘿嘿。好累呀！妈，你说什么？
进。郑医生，想跟你聊两句。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？嗯。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，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，或者说找到了，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？是的。我妈都83了。他经不起那么折腾，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一定有办法了，对吧？郑医生，我知道你还生了个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早些年我更对不起您父亲，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生气。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3里地的路，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。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？我知道，在医生眼里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年，你看着我为我妈尽孝，不如说是她陪着我。前些日子，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。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，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。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，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。可那些孩子呢？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。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了，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？他们就是混蛋，混蛋！其实我也是混蛋啊！我为了我妈玩过命，闹过事儿，害过人。郑医生，我对不起你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？我也不知道。17年前，我妈拉着我，求我救她，她想陪着我，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17年。17年，我的幸福赶不上她痛苦的一半。她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，她疼，她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，时间久了，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。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3年前，她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。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，给他换了髋关节。我本来想让他就好了，我真没有想到我让他生不如死。郑医生，你是救人的医生，你告诉我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？为什么？我妈突然对我说：“她累了，她想放弃。”我就想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坚持手术呢，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，放弃手术呢？我一定听你的。
上一次，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。那个时候的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。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金属内质物，只能判断钴金属来自于髋关节，但是不做手术，无法验证这一点。但手术的过程有极其的痛苦，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。在患者的病症面前，医生和家属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，他们是战友。他们要选择一致的方案。虽然我很想在手术中验证自己的答案，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，我会支持你。17年，黄阿国，你做得够好了。你尽力了。谢谢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。我这辈子没有让你享福，我下辈子一定要让你享福的妈。妈，我
我再送你一场。我是不是来迟了？我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，他说是他的责任，他会道歉和弥补的。老太太已经走了。那大黄牙他，警察送他去殡仪馆了。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，应该能轻判一些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。李爱芳女士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大黄牙因为情节较轻，又身体有恙，应该能争取到缓些。爸，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：什么是好医院？我想，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，他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，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，真的好难。但是我会继续努力，和我的队友们一起。
和海城医院一起。来，秦董，喝水。我不是来喝水的。之前几次给你电话，你都敷衍了事，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。哎呀，秦董，我知道，但要开除证人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啊。证人现在可是我们海城最有名的医生，北大那边也明确表示要挖他过去。我这边刚开了他，北大那边就把他接收了，那可就是高升了。总之，我就是不满意。你看他把海城搞成什么样了？光接入一个科室就搭了那么多钱，而你接手之后大型改革却没有任何成效，也没达到年度目标。证人的团队现在正在准备一台全球瞩目的手术。如果手术成功，转亏为盈是迟早的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都打听过了，那个手术连妇儿医院都放弃了的，人家可是儿科的行家呀。确实难，所以才备受瞩目嘛。所以，按照你这个意思，你这是非要保他不可了？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，毕竟我现在是这儿的院长。院长，行，你这个院长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听说你要直播连体婴分离术，我以为你好点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更疯狂。替补死和肝癌咱们是有把握的，可连体婴分离术没有啊！你们连虚拟都没有攻克，怎么直播？但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医院怎么办？团队怎么办？花儿姐怎么办？证人你想过吗？你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我可以说话了。正是为了医院和院长以及患者家属考虑，才决定这么做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认为陈氏夫妻他们为什么会回来？是因为妇儿那边说只能做到保一争二，也就是说，为了保证姐姐能活下来，妹妹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。正是因为这点，使得他们不再信任妇儿医院，所以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回到海城来找我们。素云，正是因为这份信任，我们才要拼尽全力的守住他们的救命稻草。那为什么不选择基础手术，非要选择连体婴吗？是因为你和我说，院长要被逼离职。后来我去找了谢宁，跟他聊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。他愿意出钱出力的支持这场直播，与我们共担风险。如果成功，直播的一半的收益给海城，这样就可以帮院长渡过难关。这台手术已经很难了，我不想给你们压力。本来打算模拟成功之后再说的。我还是那个问题，直播时手术失败，怎么办？如果失败了，我会离开海城，加入谢宁的团队，为他搭建医疗帝国。什么？我
不想离开海城。苏云，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成功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最后决定了，直播连体婴分离术。花儿姐，这件事情背负着所有人的命运，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冥冥之中，是陈妙在推动着这一切。为什么？他的梦想在这里，他的遗憾也在这里。于是17年以后，他把证人送回到了这里。他让老布得到了解脱，放下了心头最大的遗憾。他也让潘老得到了安慰，看到了更出色的后辈。他更是让我当上了院长，体会到了医院的使命和医院的艰辛，还有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。花儿姐，3根竖线，追求医术，固守医德，这才是真正的海城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梦想是梦想，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。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，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，尤其是海城医院，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。我们不是慈善单位。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。我已经放弃。为什么？前期投资太大，回收利润太低。我要业绩，也要人命。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，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，你们更要团结。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。你是个好妻子，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。不要辜负我的厚望，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。世界第一！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漫偶。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。